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现在台美合作要把整个半导体的市场重新再扫荡一次？原因是因为今天川普竟然讲了这一句话，他说英特尔被打败了，但台北人说应该是被榨干了，这代表什么？你英特尔现在在半导体的位置已经基本上在川普眼中已经被拔掉，被拔掉之后，现在只有一个人，是谁？是台积电。对，所以台积电真的要把美国的这个市场全部都吃光光吗？对，没错。事实上，但昨天这个所谓川普又讲了嘛，他说 Intel 被打败了，但是坦白说是被榨干了。那当初把 Intel 榨干了，就跑到其他地方去，特别是台湾。虽然再次点名啊，台湾啊，你就是榨干我们 Intel 嘛，对不对？但问题是，你看他没多久之后就把 Intel 的 CEO 说你给我滚蛋，就骂了一顿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在他眼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跟他说过，川普喜欢强人。他喜欢强的，那种弱小的他都很讨厌，所以他一定会非常讨厌 Intel。那他也知道嘛 ，Intel 能够扶得起来吗？扶不起来是扶不起来嘛。我现在砸那么多，再砸更多钱来说，你能不能够救？所以他现在也是觉得没办法救，所以他就讲到台湾嘛。不过你可以从中间就知道说，台积电现在显然呢，他会全力往美国去发展，因为至少他要投资1000亿或是1650亿嘛，对，他一定全力往那边发展。再加上苹果也要去那边宣布嘛。那苹果说我要这个到美国投资的时候，他有说什么？我们已经在台积电那边下单啦。那台湾也有人跟他去嘛，叫环球金嘛，环球金跟着去 Intel， 跟着这个苹果去投资嘛。所以我跟他讲，看起来的话，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应该就是免关税，所以很多公司呢，我们都大概会跟着台积电去投资。对，也就是说，跟着台积电这个大的这个龙头去，跟着台积电走，我就吃饱饱了。对，所以我才跟你说，因为台积电现在是真的富可敌国。照我知道，台积电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今天是1175的这个价格，它的换算市值已经来到了30兆台币。30兆台币来说的话，真的是相当惊人的一个状况。你看它比我们整个国家都还要更大哦。那所以真的是富可敌国。那当然，你跟着它会赚大钱。我们讲几个公司，一个叫汉唐。汉唐是做什么？汉唐其实是做这个无尘室，他就帮他盖这个。以前的汉唐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它是建设公司的，对，因为他就帮你盖无尘室嘛，盖一些外观嘛。但是它除了盖外观之外，它现在还帮你盖一些，譬如说你要拉什么水管啊，拉什么管线，我可以帮你做一些预留的这个状况。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它跟台积电深度捆绑在一起，就是台积电你要盖的厂房的样子，我都可以帮你盖。所以当今天台积电拓展的越多，汉唐吃的越饱。对，所以因为我是你的供应商，我最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对，没错。你知道吗？几年前的时候，如果我们问这个股市的投资人，然后说汉唐啊多少？汉唐啊100块呢嘛，你股给100块差不多。不好意思，它现在已经涨到965了。对啊，为什么？因为它股价、它业绩真的是，我们就讲台积电厂盖的越多的时候，你就需要它的就会赚的越多钱。好，那所以我就说，除了汉唐之外，产物的还有谁？包括什么亚翔啦，然后包括什么阳基工程啦，然后包括说像什么盛辉一大堆，这些股价过去都是已经涨1倍了。好，那除了这个外观的之外，还有什么凡轩工程？你看它的叫凡轩系统工程嘛，它就是做一些所谓无尘室后面的，包括说你可能要做一些什么水处理啦，或者说什么处理的那个某些部分由它来做。那它也是一样，它也是赚了非常多钱，包括说整合还有气体等等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们都这几年都是获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了，包括说你看跟台积电的 CoWoS 的什么一大堆的公司，然后还包括说一些设备公司都会跟着它去的一个情形，这些都是设备的伙伴。好，那我们讲除了设备伙伴之外，台积电当成是一个领头羊去之后，你看现在有一个这个我们媒体就下一个标叫台商正在征服美国。那你想有那么夸张吗？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我们的杂志说这样。你看这是什么？纽约时报中文网他说什么？亚利桑那的小台北，这个台积电工厂催生台湾人社区。亚利桑那的小台北，对，你看他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你看他说，这个地方根本就是已经是白人为主的郊区购物中心，已经变成小台北。这个反而是大家都在围桌在吃台菜嘛，跟过去美国人的吃桌菜都不太一样嘛。那包括说，你看在亚利桑那州的小台北可以找到，你看台湾 Bistro 热炒168，你看。能够找到桑那可以吃热炒，对，热炒台湾的酱汁还有面条都找得到，对，那甚至还有台湾的很多，包括说像这个我们台湾的连锁的这个茶饮公司都到那边去嘛，哈，这是外媒的报道，外媒的报道就说，你看果然催生了这个小台北。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杂志怎么报道，他说呢，目前为止美国有50州，对不对？目前为止有颜色的，就是包括红色，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所谓这个比较算是这个所谓橘色。
他都说已经引进了台湾公司，就是已经有台湾公司在那边落脚一大堆。现在有15个州，对，有15个州都已经引进了台湾的企业。那我们攻什么？以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台积电为例，目前员工来说已经2000人了。对，2000人都台籍。他说已经也去没多久，已经生下超过200名的台积宝宝了，所以完全落地生根了。对啊，然后他就说已经他们已经形成一个聚落，然后征服美利坚的帝国，然后把广设什么珍珠奶茶店，还有坐月子中心啊。然后他说在托儿所学校里面来说，四处都可以听到国语啦。那今年282名的台湾学生在那边入学啊，所以你看。有台湾那么多人在那边落地生根，所以呢，台湾在亚利桑那州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这个状况。那你跟我们讲，这只是一座厂台积电未来还有那么多座厂在那个地方。那你跟我们讲，德州还有什么？我们的环球金到德州去啦，还有包括鸿海啦、伟创一大堆公司都去。所以讲未来几年的时候，我搞不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村呢，越来越多的台湾村呢，在美国落地生根的一个状况。宇轩，我们刚刚有提到今天跟着台积电走，大家觉得说准没错，大家都可以赚到钱。但问题是什么？你要跟台积电走，你要成为台积电的供应商，你要有本事。你没有本事，你就是 out。你有本事，不是说你进来就好，那个是一段非常辛苦。血汗、血泪的磨练，赵文没有错，因为你今天要成为台积电的供应商，人家讲说要有2把刷子，那台积电会跟你讲，你只有2把，是不是？可不可以？不够，准备4把，好不好？像我们讲的，最近闹很大的这个东京威力，不好意思，赵了，他也是优秀厂商之一，所以才会一直跟他合作吧？对，他就跟你分门别类。那你如果排名很后面，你就会担心啊，就说我是会被淘汰出去。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其中呢，有一家就叫长春化工，他就说长春化工做什么？做一些什么双氧水啊，做还有一些化学我们讲专用的一些专用品。结果呢，他为了要符合台积电的需求，首先他砸了将近400亿在我们讲的彰滨的这个工业区里面匡列了大笔的土地。那这些土地干嘛呢？就专门做化学品。而且进去之后呢，你才发现吓死了，这真的是做化学品吗？你不要以为说它这是什么很高规格的东西，不是，它只是把这个东西做到很精而已。都有一些什么质谱仪。都有一些我们讲什么气象仪，它干嘛？它要专面监测，说我这些化学品里面有没有杂质，有没有出问题。甚至他说，因为它现在能够容许的，我们讲这种杂质以及相关的纯度呢，大概只有兆分之一。我再讲一次，就兆分之一，这太细了吧？对，就你绝对不能出状况。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厂区都有监视器，然后呢，任何的化学品呢都有监测器。换言之，所有的任何的状况跟厂区内部呢正在生产的这个太阳，它都一举一动全部都要掌握。而且这一段话吓呆我了。他说什么？油罐车直接开进可直接连接无尘室产线的车库，直接灌充，降低杂质渗入污染产品的几率。你做的时候已经非常精细，你连运的时候你更加的小心。你知道这是怎样吗？它是这样，等于就是说呢，它设计了专门的一个车库。那因为它化学品它要运到车上嘛，所以那个车库呢，等于说里面它直接就用产线。然后连到那个车库，然后那个车子呢，它要开进那个我们讲的类似这种无尘室没有办法污染的车库。我们昨天你穿这个衣服进无尘室，你就说热的要死。拉西亚卡车要进无尘室，所以开进去之后，然后就对接。对接之后呢，好，它开始，而且它过程当中，你不要以为那卡车没什么大不了，不是正常的卡车，也是特制化的卡车。那卡车上面也有监测仪器。它也要监测说，好，现在输送进来的这个纯度如何啊，状况如何啊，有没有出任何状况？所以你知道吗？长春化工就是靠着这种我们讲的吹毛求疵，各位真的是吹毛求疵，好不好？不是毫毛而已，连你那种我们讲奈米级的毛，它都要给你吹掉。但是为什么台积电会这么要求厂商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2019年，台积电就曾经因为光阻剂出了大麻烦。那个时候他们发生什么呢？晶圆瑕疵的事件，也就是呢，它原本是在14B 厂做12、16奈米这个地方呢。原本做都大量的生产嘛，后来突然间有一时间发现说，不对，做出来的良率通通都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因为他们第一时间他们都有检测仪器啊，也找不到啊，所以去溯源之后才发现说，哇，完蛋，光阻剂因为我们的化学原料厂它偷偷的改变过去它的制程以及它内部的成分，所以最后做出来的全部都怕派去。照了，你知道这个一怕派，光是一个光阻剂出问题而已，因为光阻剂干嘛？它等于光阻剂，然后包括显影，包括蚀刻，这是最重要的环节。对，5.5亿美元，光是一个环节出错，就5.5亿美元没了。对，就一个光阻剂这个产品，5.5亿美元都飞了。然后最后它毛利率直接下修，说2.6个百分点，营业率的下修3.2个百分点。然后呢，每股盈余减少0.42。那这时候你会讲一个问题台积电有没有去告这个厂商？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它连告都不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我还要跟你打官司，对然后金额还跟你们来回去，所以他不是，反正呢，你这个厂商基本上就 out 了，对又出了问题你就 out 了。但是呢，我自行吸收，那时候很多人讲说啊，为什么股东吸收，他就自己呢把所有的这个怕败的他就不用，然后呢马上的加起输，因为台积电要的是什么？我只在乎客户。因为客户要的是时间啊，我跟他那边解释打官司没有用啊，我这边推给我们讲的供应链也没有用啊，所以这就是台积电的态度，所以导致说哦，客户为什么会一再再使用？而且你知道吗？当时特别是谁？其实2019年的时候，受害的是 NVIDIA， 其中 NVIDIA 跟 NTK 还有海思。但是那时候 NVIDIA 还好，不是现在 NVIDIA， 他们讲说，如果现在 NVIDIA 可能不是5.5亿美元，超过啊，可以解决掉的问题，但你想想看哦，这是跟台积电都合作过供应链厂商，他说什么？这是细制裁，那时候细制裁应该最还好了吧 ？No， 你知道台积电啰嗦到什么地步吗？细制裁它的对应厂商对标的，其实应该是 IC 设计，对不对？但台积电它就是很吹毛求疵，就会说我来自己来跟你管理，因为台积电有一个细制裁团队，这是厂商哦，他自己也有团队哦。跟他们窗口交涉的时候，会觉得很懂比我们还懂，对不对？我们没有产线，没有实战经验，那每次进去之后呢，就是在台积电那边实证。对，所以呢，就算他们不懂，他也会问到他懂为止，就非常啰嗦。所以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你敢骗我，你就死定了你。对，所以你看这是提供台积电我们讲晶圆测试的这种我们讲中华晶测奖，他说台积电客户提出一种 PI 的电源完整供应性，是他的客户提出来的要求，说在100NHD 的我们讲赫兹这个地方呢，它的 power 呢要在，反正他在讲一些专业术语，对不对？他说当时规格根本没人做到，但是客户提出来了，所以呢台积电就会逼说，那拜托你做到好不好？对，你一定要这样做到，然后想尽办法，两个人互相研究说怎么做到。他说，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你就会被干嘛 ？discredit， 就换言之，他就不再信任你了，甚至连这种下游的我们讲的细品的这种欧洲业务都讲说，像晶圆他们在讲说要求的周期大概一次的我们讲一般是6天左右，但是呢台积电会说什么？说不行，麻烦你缩到3天。他说要你缩到3天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绝对要赶上客户的交期，甚至是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们像 Apple 或其他的客户呢，他大概是1年我们讲的验证，他的我们讲缓冲期大概是1年。台积电说他说1年是不是？那我就2年，我就一定要做的比客户更多。对，客户要什么我就比他更夸张。所以呢，他们常常讲礼拜六、礼拜日都常常一直要去跟台积电的新竹总部人开会，为什么？因为讨论说未来的进程跟进度，然后绝对呢不能落后。那我们这时候就举一个厂商为例，这个厂商叫谁？叫中砂。那中砂呢，过去各位你知道吗？他以前是做那种我们讲的磨盘的，就最唔大钱啊，磨米给他娘啦。但是没有想到这种传统产业为什么他突然间要升说变成是台积电供应链？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他就是一样，他发现说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呢，因为他们刚好遇到这种业绩转型的问题，很多的厂商当时跟他做这种砂轮的，通通都西进到中国去大陆去，所以他那个时候阴错阳差呢，刚好就做到再生晶圆，以及呢跟台积电做这种我们讲专业高精密的半导体打磨的部分。但是台积电厉害在哪里？中砂是本土厂商，对不对？对，他偏偏呢找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国外叫谁？叫 3M。所以你知道吗？中砂其实他爬尽千辛万苦，也是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好不容易跟台积电合作了。但是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 ，3M 告他，他一度呢就跟台积电喊停。但是呢，他后来也持续有跟台积电做到2008年。结果台积电那时候也很聪明，就说2008年因为刚好金融海啸，他就跟他讲说 ，sorry， 我这边要 cost down。那我要 cost down 的话呢，那你怎么办呢 ？cost down 的话呢，那我就先用 3M。所以换言之，台积电会不断的，因为它厂商1000多家，里面同质性定很高的很多，他就利用说你跟他的竞争关系会干嘛？竞争会成长，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互相绕亏求进步就互相绕亏，你知道吗？就说那我这个厂商可能这边呢哪里做的比较不好这个厂商比较好，换来换去的过程当中，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中砂讲的他说当时我们曾经一度被台积电淘汰出去我们就每天在台积电那边跪呢，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呢重新打进去那他做的就是什么？这个钻石点。那这个钻石点，所以宇轩这样一路看下来，要成为台积电供应商也太难了吧？第一个，你要符合所有台积电，你要客制化。他今天要你礼拜6日开会，就要去开会。你甚至你的供应商都要台积化班的，你要跟他一样。而且什么？第二个事情是你第一次做得好，如果你第二次没有做得好，我随时可以把你的供应商换掉的。对，而这个就是整个台积电供应链的缩影。廷尉，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台美正在对一个半导体业在做一个大扫荡。为什么我会这样讲？第一个，我们的检调系统除了办所谓的泄密案之外，还有办这所谓的中企的挖角案件。同时，今天有个讯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川普今天一早睡醒，马上就发文骂了一顿陈立武，要陈立武，你现在给我 fire 掉，你现在给我滚。这代表什么？现在川普在杀给全世界看，
川普也是杀给我们台湾人看吗？对，我们就问一句话啊，这个川普他真的是很懂陈立武吗？就是说，对陈立武这个人，他应该是很陌生的。那到底是谁告诉川普？而且在川普面前讲话是有效的。我的意思是说，谁跟川普打小报告，让川普去 fire 这个陈立武的？对那个人谁？那就是汤科顿。什么是汤科顿呢？就是科顿。这一位是什么？阿肯色州的参议员，他是基本上非常挺台湾的哦，而且之前还传出说他有可能做川普内阁的所谓的国防部长。那科特呢，他本身来讲的话，他就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呢，这个原文就在这里，他写给谁？写给 Intel 的这个所谓的董事会的联席主席。那个主席呢，就告诉他说：“你下面那个 CEO 啊。”你要不要处理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做到所谓的安全审查？对，你知不知道他跟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他投资的中国解放军？就是这一封信，就是这一封信。所以这封信8月5号的时候呢，写给这个 Intel 的这个主席之后呢，结果川普就在8月7号的时候，就在他的这个社群网站上面直接告诉说，这个人没有其他的这个理由了，没有其他解决方法了，而且呢，他用了一个字哦，你看川普用的这个字叫什么？叫 conflicted。叫做冲突。什么是冲突的概念呢？就是我现在美国正在肃清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对，你今天竟然给我用了一个人是跟中国关系那么好的人，那就代表说跟我的美国政策完全相反嘛。所以我们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讲了哦。汤科顿是一个可以直达天听、直达到川普面前的人，所以我们以后如果因为他非常挺台，他常常来台湾，所以什么事情找他可以直接告到川普的旁边，进入到川普的小圈圈当中。好了，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一位汤科顿呢，他今年呢也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你对中国不能直言的7件事，里面提到哪些？比如说中国他现在是邪恶帝国，他现在正在准备世界大战。然后他现在呢，已经启动了世界上的经济大战。第4章当中呢，它总共有7个章节。第4个章节呢，他提到了中国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社会。第5个章节他提到他已经渗透到了美国政府。第6个章节他说中国抓了我们的孩子。第7个章节他说中国有可能赢。他在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赢呢？他在书中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中国没有台湾的话，中国不可能达到主宰全球的野心，所以他心中来讲的话，就认为说台湾就是一个关键所在。对，如果中国拿了台湾的话，他就成为世界霸权了。所以汤科顿的话，今天告诉你一件事情，在美国企业当中，今天不能跟中国有任何扯上关系的人。同样的概念啊，你看今天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这个讯息都传出来啊，台湾现在减掉的动手。全部什么肃清哪些中汽产业，肃清哪些东西？你当中来讲有泄密的，所以呢都指向哪里？全部都是中国供应链赶出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